这世界上有一种武器，它为了拯救生命而被创造，最后却被用来屠戮生灵。它有着叫停战争的能力，却也成了毁灭世界的潜在威胁。它因人类的智慧诞生，也因人类的贪欲存在。是的，这个具有毁灭性伤害的武器就是原子弹。1945年7月16日，美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世界从此开始变了面貌。本期天才简史节目，我们就来讲讲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跌宕起伏的传奇故事。罗伯特·奥本海默出生纽约一个富有的德裔犹太人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位富裕的商人，母亲则是优雅亲和的画家。父亲给予他的优越的家庭条件，让奥本海默自小就能够接受更为广泛而优质的学习，而母亲对他的教导更是启发了他对于文学、哲学、语言等领域的天赋。可以说，奥本海默从一出生就获得了这世界上最为宝贵的馈赠。18岁那年，奥本海默进入哈佛大学化学系学习。颇有天赋的他，仅用了3年的时间，就以荣誉学生的身份提前毕业了。毕业后，奥本海默选择了前往英国剑桥大学继续深造。他本想跟随卢瑟福从事实验物理研究，但卢瑟福并不愿收他为学生。后来还是汤姆逊慧眼识英才，将他给留了下来。但也正是这个物理化学家们的天堂，让从小觉得自由应该被鼓励的奥本海默一向顺遂的人生开始屡屡受挫。奥本海默一直感兴趣的是理论物理，但是他的导师却要他去学习他讨厌的实验物理，这让他十分不能接受。那段日子里，他总觉得自己的才能被浪费了，自己的时间被虚耗，又因为多次不能完成导师布置的任务，本就对导师有成见的奥本海默与导师的关系渐渐变得紧张起来。或许也是因为从小就顺风顺水的生活，在一定程度上让他变得有些骄纵和大胆了，尤其是突然遇到逆境。最后，他竟然从实验室拖来化学试剂，往导师桌上的食物里投毒。所幸导师本就对他多有防范，最后将这件事上报了学校。奥本海默这时才认识到自己想法的可怕，一直以来压抑的学习氛围逼得他将近崩溃。如今错误已经酿成，他只能尽力去反思检讨。最后在他的道歉以及争取之下，他与学校和解，被判处缓刑，同时接受心理治疗，这才免去一场牢狱之灾。如果说奥本海默投毒事件一方面是源于他自小的养尊处优、不见风雨，而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在处理人际关系上所呈现出来的劣势。他那对于物理的执念总是引导着他做一个个性鲜明、反抗意识强烈的人，所以他时常让人难堪而不自知，最终导致了他和导师恶劣的关系。1926年，他转学至德国哥廷根大学，跟随波恩学习。这时的他依旧没能褪去那一身的冲动。他曾经多次在别人发表演讲时打断他的演讲，上台拿起粉笔一边书写一边说这样会更好。就连他的老师都不能避免被他当众驳了脸面。也不是没有人想过在他演讲时报复回来，但是当他站在讲台上对着自己的量子力学研究论文侃侃而谈时，在座的所有人包括评审教授都找不到可以反驳他的地方。1939年，第2次世界大战爆发。据情报显示，德国已经在海森堡的主持下开始进行原子弹的研究。那时没有人知道这个武器究竟具有多大的威力，但是物理学家们深知，如果德国研究出原子弹，那么这场战争一定将以惨烈的方式宣告结束，也许是世界统一，也许是世界毁灭。于是爱因斯坦和斯切拉德共同给美国总统罗斯福写了一封长信，建议美国立刻开始研制原子弹，一定要争取在德国之前研制成功。1942年，罗斯福下达总动员令，成立了最高机密的曼哈顿计划，目标是赶在德国之前制出原子弹。奥本海默得知这件事后，主动找上了主持这一计划的格罗夫斯将军。经过2次的接触，
奥本海默的思想以及才华打动了格罗夫斯将军，最终格罗夫斯将军力排众议，将奥本海默任命为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的主任，全面负责美国原子弹的研制。虽然以奥本海默的学历资质以及那与生俱来的领导才能足以担当如此大任，但是这个任命依旧遭到安全官员的质疑。他们认为奥本海默有着毒杀导师未遂的前科，并且他的前女友是外党人士，如此严密并且事关国家命运的机密工作交给一个政治不明了的人，显然是十分冒险的。于是在奥本海默接下来的工作中，他无时无刻不被美国军方和 FBI 监视着，并且即使身为原子弹研制项目的领头人，一些重要的机密文件他却无权接触。这样的不信任对于一向骄傲的奥本海默来说，无疑是一种刁难和侮辱。可是这一次，奥本海默没有选择负气离开，而是坚定了自己的信念，一定要在德国之前将原子弹研究出来。美国的顶尖物理学家有很多，但能够领导那么多天才的却独独只有奥本海默。奥本海默就像是实验室的大家长，自打筹备阶段开始，他就全身心地扑在了这份事业上，哪怕这份工作的薪酬连他家里的一幅画都买不起。他曾开着车在新墨西哥州的南部找了3天3夜，就为了寻找合适的试爆场地。他靠着自己优秀的辩才，在不透露这个项目的情况下，邀请来了众多物理界数一数二的顶尖学者。每一场讨论与会议他都会到场，然后默默地听着大家的讨论，当他们争执不休的时候做一个总结，将大家领回正确的方向。在这期间，他面临着美国军方的不信任以及上级给予的压力，不动声色而默默地带领着整个团队步步前进。他就像一个与生俱来的领导者，胸有成竹，临危不乱。别人眼中的他潇洒非常，但谁也没有注意过他那紧绷的精神再也离不开雪茄的慰藉。他喝黑咖啡就如饮水一般，还有他那夜夜的咳嗽声又夹杂着多少的忧思。1945年7月，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在阿拉摩高德沙漠上空引爆，一颗橘红色的大球在一片耀眼的闪光中缓缓升起，随后慢慢长大，最后化为一个巨大的火球。足足过了1分多钟后，巨大的爆炸声拖着长长的雷鸣才传来，放眼整个天空，犹如世界末日一般悬着那耀眼的紫色云层和黑色的放射尘。原子弹爆炸成功了，而它的威力远远超出了大家的预料。在场的科学家们都沉浸于这样壮观的景象中，为自己的研究成果而感到兴奋不已。奥本海默缓缓走下汽车，卸去浑身的压力与负担，他感觉不到一丝轻松，心中充满了沮丧和恐惧。下意识的，他心里出现的第一个念头却是，许多孩子还没有成长就面对了死亡。随着原子弹的爆炸成功，奥本海默获得了崇高的声誉，成了举国上下人所共知的英雄，他被人们誉为原子弹之父。然而，面对着成功和荣誉，奥本海默的心情是苦涩而复杂的。他亲眼见识了原子弹的威力，他明白这个武器能够快速地结束一场战争，但是为此付出的将会是数以万计的生命。他不知道这个武器将会如何发展，又会被放在何种用途，这些已经不是他所能控制的。而他就像打开了潘多拉魔盒的罪人，无力、愧疚，终日惶恐。当原子弹在广岛和长崎掷下以后，奥本海默心中的罪恶感就愈发难以解脱了，以至于作为美国代表团成员的他在联合国大会上脱口而出：主席先生，我的双手沾满了鲜血，并因此惹怒了美国总统杜鲁门。二战结束后，奥本海默更是致力于通过联合国来实行原子能的国际控制和和平利用，主张与包括前苏联在内的各大国交流核科学情报，以达成相关协议，并反对美国率先制造氢弹。1937年，他父亲去世，为他留下30万美元的遗产，他用来资助西班牙内战中反法西斯的国际纵队，并资助了美国的一些左翼活动。
但恰是他这些看起来亲共的行为给他招来了祸患。1953年12月，奥本海默被以他早年的左倾活动和延误政府发展氢弹的战略决策为罪状起诉，被迫进行安全审查，并被吊销其安全特许权。在1954年4月，还开展了长达4周的安全听证会。那年他50岁，一个为美国带来最强大武器的功臣，一个为此背负了巨大负罪感、日日煎熬的科学家，一个不为金钱、不求名利的付出者，竟然一次次被他所深爱的国家推向不信任的深渊。奥本海默的心中大概是不解的。他无比热爱的这个国家，他认为美国是自由、是平等的。他认为美国肩负着强国的称号，应该是维护世界和平、帮助各国发展的大国。他建设这个国家，促使它变得更好。可是，当他面临着所谓惩罚时，他才知道，国家也许并不是他想象中那样。直到1963年，在众多科学家的联名抗议下，奥本海默才被以颁发费米奖的方式平反。但那年已经59岁的奥本海默，在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之后，已经磨去了那一身的桀骜，变得深邃而沉稳。他对约翰逊总统说：“总统先生，当一个人行衰老时，你去扶他是没有用处的，只有那些年轻人才需要你去扶持。”1967年2月18日，这个一生跌宕起伏的原子弹之父在普林斯顿逝世，时年63岁。奥本海默的一生犯过错误，也立过辉煌。有人说他是魔鬼，但若是在那时的角度来说，他热爱美国，他知道一颗原子弹也许可以很快地结束这场战争，可以避免自己国家的士兵的死伤。他没有选择的余地。而当原子弹爆炸后，他为了原子弹的合理使用四处奔走，甚至为此背上罪名。他的一生，他会如何评价？我想他心中的愧疚早已掩盖了自己所有的贡献。如他所说，他的双手沾满了鲜血，但是透过他的愧疚，我们能够看到的却是一名科学家的良心。好了，奥本海默的故事到此就结束了。想了解更多奥本海默被冤枉以及他在听证会上被审判内容的朋友，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天才简史，回复关键字听证会就可获得相关信息。本期结束，咱们下期再见。他是一位天才，一位音乐天才，你一定听过他的名字。关注我，下周二不见不散。